简单完的介绍母猪教之后，我接下来会举一些母猪教徒比较常见的发言，里面的用词跟这些名词背后的教义。这个部分会连续好几集，因为我是预定一集不要超过10分钟。但是后来整理一下，发现他们发明的名词还真的蛮多的。含义的部分，我就是单纯就教义的含义来探讨，不会加入自己的看法。因为我在后面第3部分讨论网络议题的时候，会认真的探讨这些名词背后的意义，所以这边就当作单纯的母猪教字典来看。我这里透过他们的常用用语来解释他们到底是用怎么样的价值观来攻击女网友。但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所以大家就有自己感受吧，自由信证啊。这个里面也有部分的概念是从其他的丑女体系，例如说红药丸或者是 PV 来的。我介绍的时候也会稍微提醒一下。但是因为台湾的丑女酸民常常都是这3大体系的混合体，所以我在这边介绍网络用语的时候就一并介绍。讲过的名词，我后面在介绍红丸跟 PVA 的时候就不会再谈一次。至于网络上比较不常见的观念，后面在谈那2大体系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再讲。首先要来谈母猪教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母猪。母猪就是做出母猪行为的女人。我知道这个完全没有解释到任何事，但是这真的是教徒说过的，并不是我乱讲了。母猪教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因为他们很喜欢骂女人是母猪，但是这个也是最常被外部人士攻击的一个点。因为什么样的女人才是母猪，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所以常常变成地图炮。早期常常会出现，只要某个文章的主角或者是女网友的发言让教徒们看不爽，大家就会留言说那个人是母猪。当这个名词被用的多了，可是又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久而久之大家就觉得母猪好像什么情境都能够套进去。有一部分的教徒一直坚持母猪是有定义的，就是坏女人才是母猪，好女人不是母猪。就像女人会骂感情不负责任的男人是渣男一样，他们觉得他们也只是在骂一些伤害他们感情的女人。虽然这确实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定义，但是他们对于好女人的标准会因为每一个教徒的感情状况而发生变化。所以对于女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很情绪化、很没有办法掌握的标准。只要你惹任何一个教徒不爽，他就可以说你是母猪。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是拒绝教徒的女人是母猪，但是如果交过太多男朋友也是母猪。要求男人在约会的时候请客是母猪，但是如果不用钱就倒贴外国人也是母猪，因为连妓女都不如，这样很贱。如果跟男人交往不做爱是母猪，但是如果你约炮，那也是懒交的母猪。看了很多例子之后，我后来个人的理解是，只要你让教徒不开心，你就是母猪。至于母猪这个名词真的被滥用，就是另外一部分来凑热闹的教徒。他们会骂一些比较老或是身材比较胖的女性官员是母猪，例如他们说过蔡英文是老母猪，陈菊是肥胖的母猪。他们也会骂一些受灾的儿童是母猪，例如说有一个女童好像是火灾烫伤被骂烤乳猪，然后性侵的受害者都是诬告的母猪，女权人士则是吃自助餐的母猪之类的。如果你把第2部分的教徒的定义也纳入母猪的定义的话，就是把所有教徒的条件全部都设定成母猪的充分条件，母猪的范围就会无可避免的越来越广。当你把全网被骂过母猪的女人的类型都收集起来，就会发现其实没有女人逃得过母猪的魔咒。也许这个并不是创始乡民的本意，但是在教徒没有一个门槛或是筛选标准的时候，就已经注定最后会有一堆怪人混进来，用母猪教的名义作乱的。
就像很多暴徒会在抗议的时候趁火打劫，他们也不一定是支持那个抗议的主题，他只是想趁机犯罪而已。更妙的是，教徒对于这个情况的反应并不是做出母猪的定义，而是放了一个绝招，就是如果你生气，那你就是母猪，因为你一定是被戳中才会生气气。我觉得这个标准非常之酷炫，因为这样一来，不但我妈是母猪，我爸如果不爽他女儿被骂母猪，那他也是猪。你说我爸妈都是猪，我怎么可能不反抗？最后再顺便介绍3个跟母猪有关的早期用语。这3句话现在在网络平台几乎已经不太有人使用了。据说一开始都是一位被称为母猪教教主的乡民发明的，分别是母猪母猪夜里哭哭，干你娘母猪滚啊，杀猪为护猪，斩猪非斩人。前面2句就只是纯粹的干话口嗨，没有什么特别的引申含义在后面。用法跟母猪是差不多的，只要你一看不爽某人，你就可以在他的留言区下面留这句。但是最后一句还蛮有趣的，它是改编自一个霹雳布袋戏的角色佛剑分说的台词：杀生为护身，斩业非斩人。意思是说，他杀坏人是为了保护好人，并不会滥杀无辜；杀死坏人是为了不让坏人继续造业，不是因为自己讨厌对方，因为私仇所以杀害他。教主改这句的意思是说，打击坏女人是为了保护好女人，不是为了仇女而仇女。可能他的利益是好的啦。但是至于母猪教有没有做到，我是觉得台湾现在好像快要业力引爆了。